举重奥运冠军李雯雯被她的粉丝们昵称为快乐大宝贝。不过前些日子进队看见的大宝贝好像不怎么快乐，因为去年9月份世锦赛上，她右肘关节的韧带和肌肉都拉伤了，打了半个月的支具，亚运会和大奖赛都没比赛，训练还或多或少的有点疼。你要说完全迈过去，我觉得还没有，还差一点，因为现在还是我思想，因为这个伤病在这，因为就是很严重嘛，这个伤，然后之后一直就是刚开始做的时候它很痛，然后之后包括最开始我都是伸不直的状态，然后每天要给它伸直，所以说我就是心理作用会打怵很多，然后之后这个心理这个坎儿到现在也会有做一些动作，可能就想着它有伤，我要多用一点力，可能反倒我现在多用力它会更痛，所以要把它放开来做，其实事情就是这个它更好，但是我现在这个思想还是说放不开，所以现在没有说完全过去，但是也80%、90%了。怕，其实怕，反而怕什么呢？做与不做的中间犹豫在那里，反而是容易受伤的。所以说，我说要不就别做，要做我们就放开，万事开头难嘛。那他现在已经恢复的还不错了，他已经战胜了很多，所以说他每次一做完以后啊，教练，我一开始我感觉我自己我没有给我自己，我都不敢想能举这个。我说你不要去想，你干嘛要去想它呢？你想的是我怎么去完成我今天的动作，剩下的就是我来把控，你能做还是不能做。我只要能让你加的，我相信你肯定是没问题的。他到后面他开始越来越找回一些自信，做起来就会不一样了。所以说这才是我要去给他的信心吧。心理工作岂是几句简单的鼓励就能解决的？吴美锦还可以现身说法。作为和土耳其举重神童穆特鲁掰过手腕的前奥运会亚军，他当年战胜腰伤的经历听起来更生动，也更有说服力。我很羡慕他们，我说我那时候的这些伤病啊干嘛都是我一个人自己扛的，而且都是自己去面对这些问题，然后不断的去战胜自己。我说他们现在都没有，都还根本达不到这个点。我就一点点小小的伤病，我说这个哪叫伤啊？这不叫伤。我那个伤我说我都弯不了腰了，碰都碰不了，但我最后还能举到这样。我说没关系的，相信自己是可以的。如果这种事情放在他们身上，我估计他们可能听得到他的感觉。所以说我说你们这都不叫事。你们放心，我说我都能够把你们想得到，尽量把损失降到最低点。所以说这个过程中说在教他们，其实也算是引导他们吧，不是教，我认为教不会的。所以说我觉得引导这个才是一个最关键的。千禧年出生的李雯雯年少成名，自从2018年底进入国家队以来，5年多的时间里，李雯雯在自己参加过的包括奥运会在内的所有大大小小的比赛当中，只有2次没拿到金牌。一次是刚出道还不满19岁时，2019年福州世界杯上排在奥运冠军孟苏萍之后拿到银牌。再一次就是去年9月份世锦赛上因伤退赛，没有成绩。伤筋动骨100天，运动员的恢复周期肯定要缩短很多。在没碰杠铃的20多天里，李雯雯难得有机会从另一个角度回看自己这一阶段的得失。因为这个东西有一句话说得好，叫旁观者清。我站在里面，我永远看不到我自己的问题。其实我的问题如果没有这次伤病，可能我还是发现不了，但是出现了问题，然后之后慢慢把心沉下来，然后想一想，就是自己好多细节不注重了，然后之后就是最后出现了大问题。包括像昨天，因为好久没有上成绩，昨天听完175，昨天晚上这个浑身酸痛，导致这躺床上8点就躺床上，一直躺到3点才睡。对，但我觉得这是个很好的这个感受过程，最起码之前没有这个过程，要慢慢才真正的理解举重它是怎么一步步走上来的，怎么去克服困难，我觉得是很好的一个体验，因为之前没有体验过。他现在经过了当时的这个事情，现在沉下心来了，也开始面对他自己
自身所产生的这个问题。女孩子可能有的时候，就像我们自己说的，有那么带一点点的娇娇恶气，哈。所以说现在我们就想着要怎么样子把自己练得脱一层皮，或者然后真正沉下心来，是不是还能像刚入队的这种小队员，是不是以前的成绩，是不是都可以去把它抛开，好好的去面对自己，自己缺什么，自己的问题点在哪里，我真的是直面它，而不是老是躲着它。这个有了，下一阶段就很好恢复，很快的事情，因为态度端正了。心气儿捋顺了，伤病逐渐好转，成绩一点一点恢复。那个活泼开朗的李雯雯也再度回到了大家的视野当中。当然，恢复过程绝非坦途，但时间不等人。4月份的泰国举重世界杯是巴黎奥运会最重要的一站资格赛，也是中国队的内部选拔赛。伤退207天之后，李雯雯再度站在了举重台上，抓举开把133公斤，比当初让她受伤的130公斤高出3公斤。这个时候不拼，还等什么时候拼呢？这是奥运会呀，你实力还保留，等啥时候搁家再举啊？我们练了这么久，不就是为了比赛吗？所以就想着还是要拼，因为心里一直有个信念，就是我必须要恢复回来，哪怕最后我没有去，但是我必须不能现在放弃自己，我死都要死在这个举重台比赛台这上，我不能死在家里。我最后不行，我最起码我拼搏到最后一刻，我自己不后悔。这个中途我就放弃了，我觉得将来我一定会后悔的。稳住，漂亮！到了奥运年，我们期待看到那个我们熟悉的李雯雯。漂亮！哦，我们熟悉的李雯雯回来了。李雯雯呢是放弃了最后一把试举，这样一来的话，总成绩325公斤，领先第2名29公斤的成绩，可以说是王者归来啊！强势归来的李雯雯这场比赛总成绩赢了第2名29公斤，在女子81公斤以上级奥运资格最终排名上领先第2名还是29公斤。这场比赛中，我们不止一次看到高大的李雯雯出场前把头埋在小个子教练吴美锦的胸前，这种可以听得到心跳的信任会一直引领李雯雯走到巴黎，甚至更远。在他心里，他可能看到我可能突破那关，他不想让我停止脚步，再沾沾自喜。他更多表演赛可能对于我来说不是说鼓励，更多鼓励我夸我，他对我来说还是批评很多。所以我很珍惜这种的，能在你成功的时候还能有人在背后能指出你的问题，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难得的东西。因为当你成功，更多是夸赞的东西很多，没有人在指出你的问题，但是教练往往在这时候会指出我的问题，所以我很珍惜。没事，下一个。